如果你還在熬夜睡不着覺，不妨刷上一集解壓助眠的荒野建造，它是炎炎夏日的一劑解暑良方。趕緊拿好你電量75%左右的手機，把左腳輕輕搭在右膝上，調整至最舒適的姿勢，開啟今晚的睡眠之旅。四海為家的王德發，一心只想有個家。這天又到叢林瞎溜達，一棵參天大樹攔住他，探着腦袋往裡瞅。樹心竟天然形成一個寬敞的空腔，它的建造基因立馬開始躁動不安。經過簡單的勘察之後，立即確定了改造方案。要想住的舒坦，還得先將周邊綠化稍加整改。只見他掏出砍刀，3下5除2，便清理出一片開闊地帶。接着拿出鋸子，將洞口的樹根給一一鋸斷，洞口頓時顯得更加規整寬敞。隨着德發繼續將裡面的碎木殘枝清理乾淨，整個樹洞逐漸顯露出原始的輪廓。為了能得到更加寬敞的空間，還需要對內部結構進行擴展。德發掄起十字镐便開始挖掘，一鋤一镐間碎木紛飛，塵土飛揚。原住民也跳出來舉手表示抗議，但在絕對的力量面前無異於螳臂擋車。隨着泥土一點點的往外轉移，可以看到樹洞內部已經顯得格外的寬敞。身高1.88米的德發完全站立也绰綽有餘。就是這塊巨石比較礙事，只見他用十字镐用力撬了撬，巨石竟然紋絲不動。於是他臨時制作了一個撬棍，插入石縫中用力一壓，巨石便轟然倒下。然而怎麼把它給搬走，成了擺在德發面前的新難題。經過一番嘗試之後，他找來一根結實的樹幹作為槓桿，而後拿出隨身攜帶的繃帶，綁在樹幹上作為支點，接着再將巨石綁在槓桿的另一端。隨着德發整個人壓上去，巨石終於緩緩地被抬離了地面。他用藤蔓先把槓桿綁在樹上固定好，然後再拿來樹幹插入石頭下方作為軌道，上面再鋪設上幾根原木，這樣就可以輕鬆地將巨石一點點挪到洞外。不得不說，德發這套騷操作簡直就是野外工程力學應用的教科書。送走巨石之後，德發拿出工兵鏟將地面進一步平整夯實。為了方便後續的施工，還需要一個趁手的容器。只見德發在山澗找到一棵枯死的大樹，從中鋸下一截樹幹，之後再用凿子把木樁的中间給掏空。就這樣一個簡易卻實用的木質容器便制作完成。照我說，還不如直接出去租個房子。想租品質高、沒有中介費的房子，推薦58同城，和房東直接談。有了趁手的容器之後，德發在搬運石塊時就高效了許多。接着又裝了滿滿一筐的黃土，加入生命源泉之後攪拌均匀，就得到了42號野生水泥。由於之前已經將壁爐的區域準備好，現在只需抹上粘土便可以開始壘砌。雖然工具簡陋，但德發的動作卻異常嫻熟。隨着壁爐逐漸成型，德發又到叢林中進火。他找到一根筆直的樹幹，內部早就已經腐穿，將其截取成合適的長度，然後支棱在壁爐上，就得到了天然的煙囪。接着德發又找來了許多的樹幹，用鋸子將其一一鋸成木片，之後繼續拿來粘土，開始在樹洞內部修砌牆體。這樣不僅精緻好看，還能把空隙部分填補嚴實。為了加速牆體的硬化過程，德發還將壁爐給點燃。隨着牆體的逐漸升高，上面開始收攏成為弧形的屋頂。這樣的搭建十分考驗技巧，德發卻顯得胸有成竹。接着他繼續拿來木樁，利用打洞工具在上面鑽出相應的孔洞，就可以將木樁給拼接起來，制作出拱形的門框，為樹屋增添了幾分原始韻味。隨後他又繼續拿來木樁和粘土，開始鋪設室內的地板。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這地板鋪的那是既平整又結實。考慮到森林比較潮濕，為了能睡個安穩覺，還需要制作一張木床。只見德發找來一截粗壯的原木，掏出鋸子便對着中間開始霍火，僅用1昆石就把原木对半鋸開，接着再把截面給抱平整。舒適的床板就這樣成型了。完事後又在底部鑿出相應的凹槽，架設到床腿上，就得到了一張結實穩固的木床。經過一天的忙碌，德發的樹洞小屋已初具規模。為了防止野獸來串門，還需要制作一張結實的門板。只見他扛來幾根與煙囪一樣的樹幹，打算用來作為制作門板的材料。沒想到鋸開之後還有意外收穫。這些蠕動的小家伙簡直堪稱荒野能量棒。看來今天的晚餐已經有着落了。由於制作門板的材料不需要太厚，於是德發先用砍刀將中空的樹幹給劈開，而後削去木板腐朽的部分，接着就可以將處理好的木板一塊塊拼接起來。
然後再敲入竹釘給固定好。为了使门板更加結實耐用，上面還要安裝斜角加固。完事後就可以根據門洞的弧度，將門板裁剪成合適的形狀。緊接着，德發再通過自制的荷葉，將門板穩妥地安裝在門洞之上。荷葉轉動間，門板嚴絲合縫，透出一股原始而扎實的美感。就這技術，魯班來了都得點頭稱讚。為了提升樹屋的逼格，庭院也要來點精緻活。只見德發繼續將原木加工成木樁，而後就可以拿來粘土，沿着院子邊緣修砌圍牆。雖然圍牆不高，卻能恰到好處地勾勒出空間感。為了防止下雨時會變得泥濘，黃泥地面還需要進行鋪設。只見德發又從免費建材市場淘了一些竹子，而後便可以根據地形將裁切好的竹子給鋪設上去。為了防止竹子產生位移，每一根竹子都用釘子給固定在地面上，就這樣地面鋪設的平整而緊湊，踩上去還帶有竹子特有的柔韌感。經過一天的忙活，肚子也咕咕叫了起來。於是德發便走進叢林打野，只見他眼睛一亮，立馬蹲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挖了起來。挖出來的山薯個個體型飽滿，拎在手裡沉甸甸的。回到家，德發立馬把山薯直接扔進火堆旁烘烤，接着又將之前收穫的昆蟲拿了出來，澆上一壺熱水之後，再將它們用竹籤串好，就可以架在火堆上烘烤。隨着炭火的噼啪聲，香氣漸漸彌漫開來，很快就被烤得金黃酥脆。德發忍不住咬上一口，外焦裡嫩，一口爆汁，身體上的疲憊瞬間被這美味驅散。炫完蛋白質，再來上一口熱乎乎的烤山薯，暖意從胃裡蔓延至全身。夜幕逐漸降臨，火光搖曳出斑駁的影子。吃飽喝足之後，德發便躺在床上安詳地睡了過去。